这一课的笔画练习整合了5个笔画，事实上它是分成2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是上面的3个：竖挑、竖折跟竖弯钩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它们其实呢就是一竖下来，然后往上勾。它们的长度还有这个勾起来的弧度略有不同而已。第2个部分呢，则是下面的2个笔画，就是竖钩跟弯钩。它们2个也是一样，一竖，但是它们是往左勾啊。那么可以在这一竖也可以有一点点弧度。所以我把这5个笔画放在一起，它们都是以一个竖笔画为主，然后呢往右勾或往左勾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练习这些笔画。这个笔画叫做竖挑，我们的书写方法就是往下压笔，然后往上轻提。它的例字是衣服的衣。我们先写横笔画，上面的点呢，我们可以这样子写。这里呢，就是我们的竖挑。我们也可以这么写，上面的点往上直接撇出去。你可能注意到了，我的笔画顺序是不一样的哦，因为我们不是真正的很正规的在写端正的字，所以呢，你只要觉得你能够画得出好看的字形，你可以改变笔画的顺序。我多写几个字给大家看看。这一排一字其实都有一点点些微的不同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其实它就跟缠绕画一样，没有对错，只要你自己喜欢，怎么写都可以。这个笔画叫做竖折，它也是一样，一个竖笔画下来以后，它要往右上拉过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拉得比较平一点哈，就是比较水平的线条都可以。它与上面这一个竖挑的差异性，就是在拉过来的这一条线，它会比较长一点啊，它的角度呢会比较平一些。这个笔画我们一样练习压笔，然后拉出来。这个笔画我所选择的例字是忙，我们来写写看。其实这个竖心旁呢，它也有一点点这种竖折的意思哦。我把它2个笔画连在一起了。好，那忙这个右边右半部是一个王字 ，OK， 它是这样子的。包含有王这样子的字呢，还有芒果的芒，忘记的忘，荒野的荒，
你看这5个字里面都包含有王这个字。中文的字体呢，就是我们把笔画学会了之后，它会有非常多的组合变化。所以呢，笔画真的是我们野蒙字的基本功呢。第3个笔画是竖弯钩，大家看一下这个例子，就是我们往下压，然后往右边稍微拉一点点，再往上轻拉上来。它其实跟我们第1个笔画竖挑非常非常的像，可是呢，它更像是结合了竖折之后呢，再往上拉上去哈。所以说它这个底下这个弧度上来过来这边，它是有一点点宽度的。在练习这个笔画之前，我先与大家分享一个小贴士。就是你在练习书写的时候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调整你的纸的角度哈。像我自己就喜欢稍微歪一点点，这样子写起来手会更舒服、更轻松。OK， 我们就来练习看看这一个竖弯钩。先压笔，稍微往右拉，然后再拉上来，往右拉，再拉上来。它可以稍微有一点点这样子方方的，当然你也可以稍微有一点点圆圆的。这个立字是孔子的孔。其实有竖弯钩的笔画的字非常的多，比如说兄弟的兄，这一笔画就是；比如说匕首的匕，比如说南北的北，这个字写得很像一兆两兆的兆，对不对？兆的写法稍微有一点不同哈，它是这个笔画，我们可以这样子写。这一个竖弯钩，这一个笔画是一样的。另外还有平凡的凡，这个地方哈是竖弯钩，或者是如此的此，这个笔画。学会了往右勾之后，我们要来练习往左勾。它的勾法一样是先往下用力，再往上轻轻的提起来。在这个时候呢，这个细节可以看到这个尾端的部分，它会稍微有一个缺损的一个状况。来，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位置，那我们可以稍微补一点点，把它补得比较圆滑一点。就是说这一种软笔呢，它很难一笔画就写到完美。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需要用这种事后修补的方式，让我们的笔画更好看。大家可能会在social media 哈，就社交媒体上面看到有一些大神们的分享啊，不管是写中文字或者是写英文字，有很多他们也是有事后修补的。OK， 所以呢，不要觉得说你写的为什么都没有那些大神那么好看，那是因为所有的影片大部分都是后期有在制作的。我分享的通常也是有经过事后的修正。我们继续往下练习。
这一个笔画呢，我们可以稍微让它变得圆一点点，等于说是这个竖笔画，它会变成一个圆弧状。这个笔画我选择的例字是小。竖钩笔画的字也非常的多，比如说可以的可，这一笔就是竖钩。你可以看到我的竖钩它的长度哦，我有一些不一样，它所形成的字形就会不太一样，看你自己喜欢都是可以的。这一个就变形的更厉害了，它基本上这一个算是一个圆弧形哦，它就有一种更可爱的感觉。再举一个例子，水。如果把竖钩画圆一点呢？分寸的寸。如果把最后一笔拉得更长，那就变成才了。各种的变化，不妨都试试看。这一节课最后一个笔画是弯钩，有没有发现到？其实我们刚刚在写竖钩的时候，我们稍微把它弯一下，它就变成弯钩了。哦，所以等于说我们刚刚已经练习过了。不过无论如何，我们还是再练习一下下弯钩的练习哈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。你可以改变这一个弯的角度。这个笔画我选择的例字是手。可以看到啊，我手的第一个笔画，其实平常我们在写正常应该它是一个撇字，但在野蒙字里面，我的习惯是把它写成一个横。那其他两个笔画呢，我就细细的拉两条横线，然后中间呢就是这一个弯钩。这一个弯钩就比它稍微更弯一点点。还有什么字有明显的弯钩笔画呢？我们最常用的就是了。
这个部分。再加一横就变成子。更可爱一点的变化，这个就更像在画图了。另外还有犬字部首的，犬字部首的字，它就会有一个弯钩，就这个部分。我现在要写的字是狗。大家可以注意到哈，我这个横折钩笔画，我故意写的很短，所以它就会造成一个很奇怪的字形。这个就是野蒙字有趣的地方哦，因为它很野，就是我们随心所欲乱写一通。OK， 我写一个正常一点的给大家看哈。这个横折钩笔画就是比较正常的长度，但是我最常写的应该是第一种。再写一次。我们可以把这个口字拉长，就会是另外一个造型。还有一个部首是至部，这个地方有一个弯钩。这个部首也是在动物里面常见的，猫科的动物，猫就是这个部首。不过我通常会把它稍微写小一点哈，就是这个部首的部分写小一点。另外常见的是花豹的豹。以上就是这一课所分享的内容。首先，我们学会了竖挑、竖折、竖弯钩这3个往右钩的笔画。接下来，我们学的是竖钩、弯钩这2个往左钩的笔画。这几个笔画都非常的实用，请务必多多的练习。OK， 我们下节课再见喽。拜拜。